么了？哎呀，那是我要开店的钱，你不还我就报警。哦，老板，是不是你跟他讲？哎，喂，别给好！放开我！去死！小心！ 我死了之后 ，Win 一直很难过，看到他那样，我也舍不得走。那天之后，我都一直陪着他，让他开心起来。我们还一起研究饮料，一起计划开店的事，好像从来没分开过一样。 对 Win 来说，你是不告而别，他连好好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，感觉就好像被抛弃一样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难道就不能做些什么吗？唉，我现在是灵魂大使，你也知道我不能插手人界的事，不然会受到处分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被罚就被罚。Win， 什么？ 你终于出现了！你忘了我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很内疚，可是那次的事完全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找那群人理论。你说了，每个人都要长大的，不能永远依靠别人。我觉得我那次特别勇敢，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。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开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我升职了，从普通灵魂变成灵魂大使，负责摆渡亡魂。生前依赖你帮我，没想到死后能够成为别人的依靠。那你也好歹跟我道别啊！我没走，我一直都在啊。你看不见我，并不代表我不存在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你从开店到现在，已经倒掉很多杯冬汤夏草的梦。 我已经做不出以前那个味道了。还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款饮料？当然记得，你喜欢仙草，我喜欢冬瓜茶。我们还希望喝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和快乐，有种被治愈的感觉。只可惜你现在人在，心不在。我也想找回以前的那个自己。 不是找不到，是因为内疚和自责挡在你面前，看不到罢了。你要先越过他们，找回初心，这样才能疗愈自己，疗愈别人。别人会因为你这样多一份快乐，你也会因为这样少一份遗憾。你一直以来都很勇敢，现在就再勇敢一点。而且你不是一个人。 你也会弹琴？随便弹弹的，不要告诉泽聪啊。你想弹就弹吧，放这么好的琴在这里不弹，那也太浪费了。说的也是，泽聪真的很奇怪哦，买了又不弹，把钢琴当装饰品。这架钢琴是他女朋友的，他女朋友是钢琴家。其实小聪会弹钢琴的，不过他很少弹。 可能是怕触景伤情吧。你可以弹首曲子来听吗？你懂这个曲子？
这是我自己谱的曲子。小时候有个男生在写曲，我当下有灵感，就帮他写了下半段。对不起啊。谢老师，院长找你。哦，好的。小聪啊，妈妈出去一下，很好听哦，你继续加油。太好听了，小聪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灵感呢？还在生静瑶的气。他说的那个小男生，是你吧？过了这么多年，还能相遇，缘分真的是很奇妙。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我一直以为那个小女孩是 Kira， 怎么知道原来是她？人跟人的相遇不是偶然的。一定是有它的意义。现在关键是，你有没有打算把你的身份告诉他？怎么样？东堂夏草的梦好喝吗？好喝，不错啊。下星期就正式开卖，会是本店主打哦。一想到之前被你倒掉的那些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幸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心情对了，味道就对了。之前是我太钻牛角尖，Summer还因为这样特地出现念了我整个晚上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最重要是找到出口。是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这样想通的。就像安迪，他患了妄想症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情，而且扭曲了事情的真相。才会认为你是他的女朋友。那他应该不会再缠着我了吧？这个嘛，有一点难。Win， 要改变他的想法不容易，而且他现在是特殊状况，我们需要用一些特别手段。如果你能帮忙，说不定能成功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安迪安心的离开。我们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你亲自出马才能帮到他。那你们要我怎么做？安迪最听你的话，所以这一次就由你来当治疗师。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需要做的只是聆听和开导，不需要对他做任何承诺。我们会在那边帮你的，不用担心。这次治疗的目标是让安迪想通，放心离开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次被你的沙包打中，你还扶我起来，还帮我揉我的肩膀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。Win， 我真的非常爱你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你。你对我的好，我很感激。发生这种事，我也很遗憾。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跟你牵手一辈子。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你点头。Will you marry me？ 不需要对他做任何承诺。我不是一个温柔可爱的人，你会喜欢我，我很意外，也很感动。其实我有点后悔，如果之前能够好好了解你，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只可惜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给我的支持跟关怀，我都感受得到。就算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你也一样，对吗？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但是我很珍惜。那你还会记得我吗？要忘记你很难吧？当他情绪稳定下来之后，就尝试引导他做出正确的思考。虽然我们这一辈子缘分太浅，我也不能为你做些什么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过，我们还有下辈子，说不定能再续前缘。下辈子，下辈子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要去到下辈子，你就不能继续留在人界了。那我马上去投胎。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你要等我哦。你就安心的走吧。如果有缘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一定会，一定会，我会祈求老天爷来成全我们的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小心帅哥啊！走了。Win，心友。Sorry， 你们继续。对不起。你们还要什么尽管点哦，是吧？你们怎么不吃啊？看他就饱了，没看过男人吗？当然有看过啦，可是像他这么帅的，要多看几眼。那你又看什么？第一次带男朋友到家里来见家长，当然要好好鉴定啊。他不是我男朋友啊。哎，吃啊。不是要先照顾他们吗？他们会自己来的啊。让我来吧，反正我跟张博还有宝英小妹妹都有聊过天。很懂得孝顺老人家，难得难得。哎，赶快打包回家，再不努力一点，很快就变成老姑婆了。我一个人过得很开心啊，逍遥自在的。有些人嘴巴上说自由万岁，可是又去到人家家同居。哎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又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要有进展的话，就要主动一点。来，擦一下吧。
幼稚鬼！如果我还活着，肯定追这个男的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哦。看够了没有？他们撒狗粮，你们都吃不到。用眼睛看就是吃。看过瘾。啊，安娜，走啦。走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你一直都是这样吃烧烤吗？一接到一宗生意，拿到钱就会请大家大吃一顿，谁有空就会过来一起吃吧。从来都没有人陪你吃吗？你是第一个，也应该是唯一一个，只有你可以接受这一切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定会有人想跟你交朋友的。那时候你就不用一个人吃饭，也不会这么孤单了。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啊，自由自在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出过车祸，后来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家庭真的很幸福快乐的，爸爸妈妈很疼爱我，把我当公主一样。小女孩从小就有音乐天分，是大家眼中的才女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能是老天觉得她的日子过得太好，19岁那年，她坐上妹妹开的车，结果遇上车祸，昏迷了2年多。那她妹妹呢？妹妹也昏迷了，不过她先醒过来，跟妈妈和继父搬到美国去，音讯全无。那女孩怎么办？她醒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她没有家，只能在叔叔家寄人篱下。她做什么都力不从心，不像以前那样聪明。她也没有朋友，因为她每天都在跟看不见的人说话。大家都觉得她是神经病，看到她都闪得远远的。最后，她终于明白，不是她不能融入这个世界，是这个世界抛弃了她，让她自生自灭。那女孩不好奇妈妈、妹妹离开的原因？她比较好奇，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家人对她不闻不问？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她没有错，可能家人有自己的苦衷。其实，人不一定要看开点，有时只需要看看你身边，就能找到那个在乎你、关心你、陪着你哭、陪着你笑的人。那你呢？你身边看到了谁？干嘛送我手机？我都没有人要联络，真浪费钱。现在就有了，这是我电话号码，随时可以找我。来，我教你怎么拍照。我都不拍照的。喂，给我吧。来，看。Turn around and feel me near. I'm holding you, I won't disappear. Reach around, don't ever let this go. We're about
个手机是哲聪给我的。小聪很少笑到这么开心了。他笑起来挺好看的啊，不像平时板着一张脸，不知道他的病人怎么受得了他。那叫认真、专业。小聪小时候很活泼，很爱笑的，又喜欢逗我们开心。可是我走了之后，他就一直闷闷不乐。后来 Kira 走了，他就更少笑了。Kira 是他的前女友，很有气质，很有才华，跟小聪很相配。Kira 在小聪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到现在，他对 Kira 还是念念不忘。如果他还没死的话，现在可能已经是我的媳妇了。就可惜。哎，不过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啊，不像我跟你一样可以一起聊天。我到了，我上去找你。不用，我现在下楼，你等我。OK。Chloe， 好久不见。嗨，哲聪。每一步沉重足印，陪着是轻飘声音，断定着人生不能在一起。有多少？我刚才看到他，真是吓到哎！他长得跟 Kira 太像了。喜欢就去追啊！我整天要跟灵魂打交道，谁受得了我啊？他是故意在改变自己。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改变，多半是为了男人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我房间。你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为什么一直跟着他？一个人好还是坏，看脸就知道了。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鬼说的话都是鬼话，谁会相信？真心爱。